同学大家好，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展示了青蛙的故事全文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接下来啊，我们要将图1到图7把它拆开来，把里面的重要的文法拿出来跟大家讲解一下。所以我叫这个单元叫做拆文解字。拆文解字，平常我们都说是说文解字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要把它拆开来，所以要拆文解字。首先呢，要把它拆出来，那要看一个词，一个词长长的一大串，里面包括好几个单元呢。尤其印尼语呢，最重要的作为一个黏着语言，它一定有词根，有词缀。那么什么叫词根呢？词根啊，就是最小有意义的词素，也就是一个词汇最主要的核心单元。它是已经不能够再拆得更小了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哪几个例子是词根。anak, jatuh, dangkal。所以这里有名词、有动词，还有形容词，都是最小有意义的词素。接下来我们看前缀、后缀跟环缀。所谓的前缀，就是粘在那个词根的前面，叫做前缀。也就是这个缀啊，它不能够独当一面，一定要扒在它的身上一起发音。那么前缀、后缀或环缀也都是有意义的。我们现在来看前缀的例子。Seorang tersebut disimpan melompat。你可以看见，无论是 se、der、die、me，都是缀在、紧紧地粘在词根的前面。下面我们来看看后缀。后缀就是要在词根的后面粘在它的后头，也是一样，它是有文法的意义的，也是有它词汇的意义的。我们来看看后缀的例子。Peliharaannya, anjingnya, memiliki, memasukkan。所以你看到，无论是安、nya、i、干，这些都是后缀。那可能你会觉得说，那个peliharaannya，那个安夹在中间是不是中缀呀？不是，不是，它还是一个后缀，它是跟在 pelihara 的后面，安 peliharaan 跟在后面，然后 nya 是跟在 peliharaan 的后面，再来一个 nya， 所以这是一个后缀，两个后缀连在一起的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环缀。顾名思义呢，是环抱着，所以中间有一个词根，然后前面后面交夹把它包在一起，一定要前后互相的辉映出现，这个词汇才能够产生它的意义。我们来看一下例子。Keesokan, keadaan。所以你可以看出歌什么什么案，歌什么什么案，把它环在一起，中间的 esok 是词根，或者 ada 是词根，把它包夹起来，这就叫做环缀。所以大家已经学会了词根、词缀。词缀分3种：前缀、后缀、环缀。我们现在来看看怎么样表达时间的框架。Pada suatu hari, pada malam hari。所以你看这里的例子，表达时间有一个介系词，到底重复出现的介系词是哪一个呢？现在请你来练习一下，告诉我你的答案。好，你已经找出答案了吗？我们知道答案就是 pada， 对不对？ pada 这个介系词的意思就是在什么什么的时候。那么其他的例子我们来看一看。Si anak tidur pada malam hari. Si anak pergi ke hutan pada pagi hari。所以这里无论是 pada malam hari 或者是 pada pagi hari， 都是在晚上、在早上的意思。看完了表达时间，这个故事当然要重要点就是发生在什么时间嘛。那故事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灵魂人物啊。这个灵魂人物就是那个角色，
这里最主要的角色是谁呢？这里最主要的新的角色一一出场跟大家见面。其中第一个角色 seorang anak, 第二个角色 seekor anjing, 第三个角色 seekor katak. 好，所以每一个新的角色出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用了量词，就像我们中文一样，我们会说一支笔，我们会说一本书，支跟本就是量词。印尼语呢，量词当然没有中文那么繁复，但是呢，它也是有量词的。它的量词虽然很少、很精简，但是呢，也有意义的。你看，譬如刚才一个小孩、一只狗跟一只青蛙，量词到底是什么呢？请你找出来。找到了吗？我们看看答案。一个小孩，因为是人，所以用 orang 作为量词。一只狗、一只青蛙是小动物，所以用尾 ekor 一尾作为动物的量词。刚才我们说了，在故事当中，主角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这里的主角呢是谁呢？ Si anak, si anak。这个 si 做什么用呢？它是一个主格的标记，而且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定冠词。常常这个 si 后面是跟着一个人的名字。那么这里呢，这个小孩他是这里面的灵魂人物，所以呢，我们叫他 si anak。那么这个角色出现了以后呢，不只是一次，对不对？它出现好几次哦。那么再次提醒他的时候，我们会提出，刚才我已经说过的，前面已经提过的那个角色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会说 anak tersebut。我们用 tersebut 这个词来说刚刚已经提过的那个小孩。那当然咯，这个无论是小孩也好，小狗也好，它都有它属于它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属于它的东西，我们会用一个后缀 nya 来表示。例子有 peliharaannya, kepalanya, anjingnya。各位再次看到这个 nya 三 nya 在这个后头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后缀。因为这个后缀它不能自己独当一面出来独立发音，它一定要跟着在一起。你不会没头没脑突然 nya 一下，没这回事。它一定要什么什么 nya 什么什么 nya 什么什么 nya，这叫做后缀。那么在图1到7里面有好多动词啊，这就是印尼语的灵魂哦。我们来看这个动词，这里有好几个动词，我们给这种主动的动词一个名称。主动动词是所谓的蒙动词 ，me 大 N。这个大 N 你不要小看它哦，表示说这里的发音是不固定的，要看后面的这个词根，它前面是什么子音，跟着它要变来变去的。那我们现在来听听看这几个1到7的主动动词的发音。 memiliki, melompat, melihat, mencoba, mencari, memeriksa, memasukkan, memanggil, menggonggong, memeluk。 哇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么多么什么么什么的？有的时候么，有的时候么，有的时候闷呐有的时候梦啊。这个后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要来猜猜看，精彩的要来咯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要来找出词根跟词缀的组合的奥秘。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，到底这个组合是怎么组成的。其中第一个是这个大 N 是删除，没有发音。 memiliki, memasukkan, melompat, melihat。 看到了吗？这个 milik M 开头 ，masuk M 开头 ，lompat L 开头 ，lihat L 开头，这些 M、L、L， 碰到了它前面的大 N， 马上站不住，删掉。第二个例子
这个大 N 呢变成了 M， 是因为后面的那个词根是 P 开头的。我们来听听例子。memeriksa, memanggil, memeluk。所以你发现了吗？哈，现行了吧？这个 M1 大 N 一加上 beriksa, manggil, beluk， 马上 N 跟 P 啊，你侬我侬融合在一起，成了一个 M， 两个人加起来成为一。第三个例子，大 N 变成了 N， 我们来听听例子。mencoba, mencari。你发现了吗？coba C 加里 C， 这个 C 的前面大 N 一律变成了 N。第四个例子，你会发现大 N 变成了 NG，NG 怎么发音呢？就是就是 NG， 好，我们听听例子。menggonggong， menggonggong， 那个 gonggong 是 G 开音开始，对不对？所以碰到了 G， 大 N 就要变成 NG， 这样才能发得出来 menggonggong。所以刚才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最主要的音在这里碰到的，请看这个表。基本上各位看到了 P 跟 M、C 跟 L 还有 G 这几个，大家先大致看一下它所在的位置。我们到了后面呢，下一次会来讲解这个主要的规则的时候，会重新再看印尼语的子音。好，我们就到这里。